大家好，我是 Tony。我今天继续分享台湾老照片，要分享的主题是日治时代昭和2年（1927年），当时台湾第一大报《台湾日日新报》举办票选台湾8景12胜的老照片。当时除了选出台湾8景12胜，也公告了2别格，就是2个特殊地位的景点，分别是新高山与台湾神社。新高山就是玉山，是台湾第一高山，也是当时日本帝国第一高山。台湾神社则是日本政府在台湾兴建的第一座神社，也是全台位阶最高的日本神社，所以新高山、台湾神社并列为2别格，地位更高于台湾8景12胜。将近100年之后，玉山依然屹立不摇，而台湾神社早就已经消失了，现在变成圆山大饭店。所以常言道，山永远在那里，但是政权不会永远在那里。我们不一定看得到，但是玉山都有看到所有政权在台湾的起落与兴亡。我们现在就先来看看当时票选出来的台湾8景。台湾8景的第一景是基隆旭之丘，又称基隆旭冈。基隆旭之丘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景点了。它的位置大概位于现今基隆正滨国中后方的山丘，现在的山名叫做旭丘陵。附近有一个历史古迹顶石阁炮台，不过现在仅剩部分残迹而已。旭之丘位于基隆港的东岸，可以眺览基隆港美丽的风光，也是观看夕阳晚霞的地点。当时能够名列台湾8景之一，可见具有全台的知名度。因为当时基隆是台湾的玄关，所以当然要建设得非常体面。当时的基隆驿是台湾5大车站之一，基隆港附近基隆邮便局、大阪商船株式会社、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基隆支店、台湾银行基隆支店，都是优美典雅的建筑，不过几乎都已经消失了。台湾8景旭之丘也早已经跟大家说撒尤那拉了。现在基隆最著名的景点地标是在基隆港西岸的胡子山基隆观景台。台湾8景的第2景是淡水。淡水从清代同治元年正式开港以来，外商云集，一度成为台湾第一大港。100多年来，历经3个时代，淡水依然是台湾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如果现在要票选台湾8景，淡水仍然会是热门的候选景点。台湾8景的第3景是八仙山，就是现在的八仙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位于台中市和平区。园区内还立有一座台湾8景入选纪念碑，以纪念八仙山这一段光荣的历史往事。台湾8景的第4景是日月潭，现在依然是金光闪闪，依旧是台湾著名的景点之一。特别是大陆游客旅行团来台，日月潭几乎是必访的景点。台湾8景的第5景是阿里山。从日治时代1912年阿里山铁道完工通车后，阿里山就成为台湾著名的景点。阿里山神木更是成为台湾的地标，海峡两岸的国小教科书都有提到阿里山，所以阿里山也成为大陆游客来台必访的景点之一。我们小时候都熟悉一首阿里山的顺口溜：1、2、3到台湾，台湾有个阿里山，阿里山有神木，明年返工回大陆。阿里山的神木后来遭雷击而枯死，而我们也没有返工回大陆。不过如果现在重选台湾8景，我想阿里山一定不会落榜。阿里山神木后继有数，而在阿里山看日出，也是许多台湾人一生的旅行梦想。台湾8景的第6景是高雄寿山，是现在的寿山国家自然公园。依旧是很热门的大众化登山景点。寿山有许多旧称，例如打狗山、打鼓山、柴山、圆山、高雄山。日治时代1923年，因为日本皇太子裕仁来台巡视，抵达高雄时，住宿于打狗山的贵宾馆。因为适逢裕仁生日，为祝贺太子生日，于是将贵宾馆改称为寿山馆，打狗山也从此改称为寿山，沿袭至今。高雄寿山现在名列台湾小百岳，不过我还没有爬过，所以没办法评论。如果现在票选台湾8景，寿山是不是有机会上榜？台湾8景的第7景是鹅銮鼻，
鹅銮鼻位于台湾的最南端，也是当时日本帝国的最南端。景点位于国境之南，自然有其特殊地位。鹅銮鼻现在属于垦丁国家公园，风光依旧壮丽。台湾8景的第8景就是太鲁阁，也是台湾东部唯一入选的景点。太鲁阁是举世知名的台湾景点，从日治时代到民国时代，太鲁阁峡谷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风光，是每一个台湾人一生必游的景点。日治时代入选为台湾8景的太鲁阁，不只是太鲁阁峡谷的风光而已，也包括通过清水断崖的临海道路、险峻归奇的公路山海风光，也是太鲁阁入选的原因。以上您看到的就是1927年票选出来的台湾8景。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当时票选出来的台湾12胜。12胜的第1胜是草山，现在称为阳明山。日治时代就成为大屯国立公园预定地，现在是阳明山国家公园，依旧是台湾的名胜之一。12胜的第2胜是新店，我想指的是当时著名的新店碧潭。1921年新店线铁道完工后，就是现在称为万新铁路，从万华到新店。碧潭因为交通便利，所以成为热门的观光景点。碧潭现在依旧是老牌的景点，只是近100年来，随着市区的扩大，新店已不再是青山绿水、农田片野，名胜已不如当年。不过民国50几年，我小时候的印象，新店的碧潭真的非常有名。12胜的第3胜是大溪，大溪旧称大科坎，因为大科坎溪航运之利，而成为繁荣的货物集散地，从日治时代就是知名的景点。大溪公园、大溪老街见证了这段繁荣的往事。现在的大溪魅力依旧，竞逐台湾12胜，实力仍然不容忽视。台湾12胜的第4胜是脚板山，是入选台湾12胜的唯2原住民部落。日治时代，脚板山有轻便铁道通往大溪，脚板山贵宾馆也曾接待日本皇族来台度假。国民政府来台后，蒋介石总统也在脚板山设立行馆。脚板山依旧很有魅力。台湾12胜的第5胜是五指山，新竹五指山获选为台湾12胜，因是山峰酷似手指的造型，使这座山享有盛名。清代淡水厅志就将指峰凌霄列为淡水厅8景之一。五指山名列台湾小百岳，是山界相当知名的一座山。不过一般游客比较少爬五指山，所以如果要竞选现在的台湾12胜，五指山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12胜的第6胜是狮头山。从日治时代以来，狮头山就是台湾著名的宗教圣地。狮头山从狮头到狮尾，沿途都是一些古寺庙宇。在台湾进香旅游盛行的时代，狮头山繁荣一时。不过现在盛名已经不如从前了。台湾12胜的第7胜是八卦山。八卦山在日治时代就具有知名度，山顶立有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纪念碑。1961年，八卦山更新建亚洲第1大佛，称为八卦山大佛，曾经是台湾代表性的景点地标之一。八卦山算是老牌的风景区，不过盛名已经不如从前了。台湾12胜的第8胜是雾社，雾社与脚板山是唯2入选台湾12胜的原住民部落。日治时代以山地部落风光及雾社因著名，当时是日本统治较为成功的模范山地部落。1927年，雾社入选为台湾12胜，不过3年之后就爆发雾社事件了，也迫使第13任台湾总督石冢英藏在事后引咎辞职。今日的雾社已经风光不再，许多人对雾社的印象就是前往清境农场途中会停留的一个中继休息站而已。台湾12胜的第9胜是虎头皮，位于台南新化，是清代道光26年开辟的水库，有台湾第1水库的美名。虎头皮我还没有去过，所以不知道风景如何，现在是不是还有实力可以竞争台湾12胜？12胜的第10胜是旗山。
高雄旗山旧称番薯寮，因境内有一座著名的旗尾山，后来改称旗山。旗山我没有去过，所以无法评论，只能分享一些日治时代旗山的老照片。12胜的第11胜是大里，大里旧称大里简，位于宜兰县头城镇。著名的朝林古道终点大里天公庙就位于大里。当时大里以海岸风光著称，可以远眺龟山岛。现在大里的海岸风光依旧在，不过大里海岸、大里老街平时已经很少有游客了。如果现在要票选台湾12胜，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想到大里简。台湾12胜的第12胜是太平山。太平山在当时是新兴的景点。太平山的名称是1915年日本人命名的，当时开始着手开发这里的森林资源。12年之后，票选台湾8景12胜，太平山就脱颖而出，入选台湾12胜。直到今日，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仍然是台湾著名的森林游乐区之一。以上您看到的就是1927年台湾日日新报举办的票选台湾8景12胜的老照片。100年之后，有些景点盛名依旧，而有些景点已成为昨日黄花，风光不再。今昔对照，可以令人心怀咏叹。我今天分享的台湾8景12胜老照片就在这边结束，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